现在来到了瑞士的最大的一个城市苏黎世，这里不是他们的首都哦。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苏黎世就是瑞士的首都，其实并不然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呢是苏黎世的中央车站，走出了中央车站呢，一直往前走，这条路这里就是苏黎世的老城区。今天会带大家逛逛整个市区，曾经被评选为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。也会带大家看看几个苏黎世这边重要的景点。它的景点基本上就都是在这个老城区附近。我没有特别做功课，就直接过来瑞士了。原来春天的瑞士并不是很好玩。每天我们一进入瑞士之后，每天都是这种下雨的天气。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，天天都是出太阳。我刚才也查了一下，在南欧，整个南欧现在都还是大太阳的好天气。不过过了瑞士之后，就开始下雨，或者是阴天的。来瑞士最好的话还是夏天来会比较好，而且少女峰、马特洪峰现在去都是太冷了，所以这次没有机会带大家去这几个高山看看，只能带大家看看整个几个在瑞士比较有名的这些中世纪的老城市。在苏黎世这边呢，是整个瑞士的经济区。不管是他们的人文发展经济重镇，全部都是在这边。现在走到这边呢，就是老城区的范围了，可以看得到这些古色古香的老建筑，这些都是中世纪留下来的。不过这跟我们昨天去看的莱茵河旁边的那个小镇就差蛮多了，这边是比较现代感一点，比较没有那种古典的风味。不过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从那个桥畔看过来，感觉就有点像是童话故事的小镇。沿着老城区一直走过来呢，就会看到这一间圣彼得大教堂。这算是苏黎世比较大间的一间教堂。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哥德式的尖塔造型。在瑞士这边的这种教堂呢，他们都是比较简约、朴实无华，不像天主教的教堂那么多华丽的装饰。但像我现在来到了主殿这边，它也把原本的画像全部都抹掉了。瑞士这边是属于基督教的，算是路德教会这一派，所以他们的教堂都是比较简约的。在瑞士常常会看到这种很特别的喷泉，这种喷泉的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可以喝的，因为在别的国家像这种类似的喷泉水是可以喝，感觉是蛮干净的。那就在这个喷泉的旁边呢，这边有一间圣母的教堂。我们走过老城区呢，这边可以跨越了这条河，看到了这一间外观非常不一样的这间大教堂。今天就是苏黎世的大教堂，它是建于西元12世纪的时候，也是一间古老的教堂了。它是这种双塔哥德式的建筑，它就坐落于这个河畔上。从这个方向过去，这里一大片就是苏黎世湖了。广场这边呢，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中世纪的老建筑，有点像是童话故事的古镇的感觉。然后一些小房子他们一样都会有这样尖尖的小塔，看起来就是蛮可爱的。苏黎世的这间大教堂这边呢，它一样是这种简约的风格。瑞士的教堂都看不到十字架跟耶稣的。
们沿着河畔，从大教堂旁边的这个河畔继续往回走呢，可以看到苏黎世的市政厅，它是这样小小一间的。不过市政厅好像是没有对外开放给大家参观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城市，结果他们的市政厅是这样小小的一间，反差是蛮大的。在市政厅的旁边这边呢，这里有一个小市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当地物价吧。小小的一个面包，至少都是4块法郎起跳，然后像后面的那种没有包东西的是1.6，像这种杯子蛋糕呢，也要3.6法郎，大概一个小蛋糕就都要100块台币左右了。蔬菜水果看一下。西洋梨、苹果都是3.5法郎，苹果的不同的品质，一直到5块都有。然后橘子我们在别的国家看到现在都是超便宜的，1公斤大概只要1欧元而已，这边要6块法郎，4.5块法郎。就连香蕉最平常的水果都要4块法郎，奇异果1颗要70 cent， 蔬菜就更贵了，小红萝卜5.6法郎1公斤，大的这种是3.3。茄子8法郎，节瓜5法郎，甜椒9法郎，青花菜5.8，番茄6，哇，连蘑菇都要12法郎。在别的国家，蘑菇大概5块欧元而已。菜类就更贵了，因为它比较轻，所以1公斤都非常的贵。1公斤有30块的、7块的。白萝卜，果然是高物价的地方啊。像这种大面包，1公斤也是要9块、10块法郎。在台湾超便宜的地瓜，这边1公斤要10块法郎，连甜菜根都要3块法郎。像这个高丽菜，其实都已经不是很好了，也都还要4.4法郎。高丽菜现在也算是产季，别的国家只要1块左右，1公斤甚至有的不到1块就可以买得到，真的是不便宜啊！跟我之前在挪威的时候有得比。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在这个美丽的河畔这里做个结尾咯。